各位老铁，今年好多学校的学费又涨了，这一下子感觉空气里都弥漫着一股焦虑的味道。很多普通家庭的父母，那眉头估计都拧成了疙瘩。要供一个大学生出来，那真跟打一场硬仗似的，每一步都走得特别艰难。咱们来算一笔账，这笔账不算不知道，一算简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。你想想，培养一个大学生到底要花多少钱？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，它像一座沉甸甸的大山。就拿我们那时候来说吧，一个普普通通的公办本科，一年学费4800，加上住宿费、书本费，开学第一天，你揣着父母给的6000块钱去报到，心里既有对未来的憧憬，也有一丝丝对这笔钱的心疼。4年下来，光是这笔固定的学杂费就得24000，要是读个5年制的医学或者建筑，3万块就这么没了。这还只是最基础的，如果你学的专业是艺术、是设计，那些烧钱的玩意儿，什么颜料、画布、高端软件，那费用简直就像坐上了火箭，蹭蹭的往上涨，翻个倍都是家常便饭。学费只是冰山一角，真正的大头还在后头，那就是生活费。这东西就跟一只看不见的手，悄悄地掏空你父母的钱包。你在哪个城市上学，消费水平天差地别。要是在一个安逸的小城市，一个月1500，可能还能过得挺滋润。可你要是去了北上广深那种地方，我的天，2、3千块钱可能也就是让你能吃饱饭的水平。咱们就按一个月2000块钱这个中间数来算，一年去掉寒暑假，就是10个月，4年下来8万块又不见了。这还没完呢，上大学你总得有装备吧，笔记本电脑那是学习的武器，智能手机那是社交的桥梁，这些东西哪一样不是几千上万的？再加上如果你是省外读书的孩子，那每年往返家和学校的火车票、飞机票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这么零零总总、七七八八的一凑，一个孩子读完大学10万块钱打底，那都是往少了说的。更让人头疼的是，万一高考成绩不上不下，特别尴尬。上个好点的公办本科差口气，又实在不甘心去读个专科，那摆在面前的就只有一条路了，民办本科。那学费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的故事，一年1万多都算是良心价了。像广东这边，很多民办本科的学费张口就是3万一年，而且今年这价格还在往上爬。这么一来，光学杂费这一项4年就得12万。你想想，这10几20万的投入，对于那些月薪只有3、5千，甚至还面临着工作被优化、饭碗不保风险的父母来说，那是什么概念？那不是一笔钱，那是他们一滴滴汗水、一个个加班的夜晚、一声声叹息里积攒下来的血汗钱啊！有时候我会忍不住去想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社会真的需要那么多大学生吗？或许吧，但学校肯定需要大学生的学费。这话听着残酷，却又无比真实。更让人泄气的是，如此巨大的投入换来的回报率可能低得可怜。多少大学生毕业后拿着3、4千的工资，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，光是养活自己就已经拼尽了全力，更别提反哺家庭了。甚至还有很多人毕业即失业，成了在家里啃老的高学历废物。那聊到这儿，是不是就觉得大学没必要上了？当然不是，绝对不是。咱们得换个角度看问题。如果你不上，你父母在你身上从小学到高中10几年的教育投入，那些钱、那些心血，不就全都打了水漂了吗？这在经济学里叫沉没成本，说白了就是已经花出去收不回来的钱。这成本就像滚雪球，越滚越大，让你不得不继续往前走。而且你得相信，总有普通家庭的孩子能靠着这条路冲出来，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就拿我自己来说吧，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当年高考，我也就是个2本的分数，感觉人生一片灰暗，好像已经被打上了失败的烙印。但偏偏就是大学这个平台，给了我一个翻盘的机会。我拼了命的学习，最后
竟然拿到了保研的资格。所谓保研，就是你本科表现太优秀了，学校直接推荐你去读研究生，免去了残酷的考研竞争。就因为这个机会，我进了一所985名校。在读研期间，我靠着奖学金和项目补贴，不仅实现了经济独立，没再跟家里要过1分钱，甚至还把当年上大学花的钱成倍的赚了回来。而且我跟你说，上大学对于很多外地孩子来说，是能用最低成本在一个繁华大城市里生活4年的唯一方式。你想想，在外面自己租个房子，1年下来房租就得上万甚至好几万，但在学校里1年的住宿费也就1000多块，你每天吃着食堂里几块钱、10几块钱一顿的饭菜，却有机会和身边优秀的同学们一起去触摸那个城市的脉搏，感受它的繁华与魅力。这种经历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。所以啊，对于咱们普通家庭出身的大学生，我真心建议大家从踏进校门的那一刻起，就养成3个习惯，这比你多考几分都重要。第一个就是从小就要有存钱的意识。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，每次开口跟爸妈要钱，心里都跟针扎一样，充满了愧疚感。就是这种环境，像一只无形的手，硬是把我推向了存钱的道路。大学4年，我做过各种各样的兼职，家教、发传单，在奶茶店打工，每年还拼命拿奖学金。你知道吗？只要我拿到1次奖学金，就意味着接下来半年我不用跟家里要生活费了。那种感觉真的能让家里的负担一下子减轻不少。第2个习惯是养成账务管理的意识。这听起来有点高大上，其实说白了就是学会怎么花钱。很多大学生不是真的花钱大手大脚，而是脑子里没谱，钱到了手里就稀里糊涂的花出去了。你要是能像经营一家公司一样去经营你的生活费，那你毕业的时候说不定还能攒下一笔小小的创业基金呢。账务管理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先做预算，再花钱。每个月生活费一到手，你就把它分成几块，吃饭的、买书的、社交的、备用的，分门别类的存好。当你的预算被限制住了，很多一拍脑袋就想买的东西，你自然而然就能控制住了。最后一点，记账，这绝对是个好习惯。它就像你人生的复盘，每天花几分钟记录下你的开销，月底一看账本，你花了多少冤枉钱，哪些钱花的最有价值，一目了然。这样你就能不断优化你的消费结构，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，实现产出比的最大化。说到底，父母把我们送进大学，是把他们对未来的全部希望都压在了我们身上，希望我们每一个大学生都能对得起这份沉甸甸的投入，也对得起自己一去不复返的青春。好了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